要顾渊死，我只要他们每一次都在顾渊的脸上留下一块墨痕，我要顾渊惶惶不可终日，过不好每一天，我要他黑着一张脸迈向衰老和死亡，一生一世都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我突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：不过我也佩服他这样的人，他是恶人，始终以自己为先，从不让自己受委屈。要是好人能学来他一半的以己为先，或许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私利与公利如何权衡，永远是一道难题。但我希望好人能过得好一些，而不是永远在牺牲，在付出。一旦过得好，就好像是罪过，不该这样的。我和夫君大婚那日，一个侠女闯了进来，她掀开喜帕，笑嘻嘻在我脸上捏了一下，赞了一句：新娘子真嫩啊，便飘然离去。自那以后，我脸上便多了一块黑色的墨痕，用尽任何办法都无法洗掉。夫君厌我，再没踏入我房门半步。婆母嫌我空占了主母之位，却不能诞下子嗣，连小姑都感叹她哥哥命苦，娶了一个无颜之女。我成了侯府的隐身主母，任劳任怨，操持家务，抚养过继来的儿子，一心一意为侯府筹谋。直到我撞破夫君和侠女在一起赏花踏青，我才知夫君和侠女早就一见倾心。侠女不愿为侯府规矩束缚，弃夫君而去，却又不甘将心爱之人拱手相让，便用密钥毁我容颜。而夫君早就找到了侠女，得到解药，却在侠女眼泪柔情下扔掉解药，对她许下承诺，绝无二心。他在侯府为她守身如玉，在府外与她琴瑟和鸣，生了一子一女。儿子抱养给我继承侯府家业，女儿承欢膝下，将来招赘上门。这许多年，他们过得快乐极了，苦的只有我。我悄悄给侠女下了软金伞，又火烧山庄，通知夫君和儿子赶来救火，将他们当作贼人一起捆了扔进山庄。我自知犯了死罪，写下血书，敲响登闻鼓，状告侯府宠信外室，欺辱正妻。侯府被夺爵贬官，我被赐死，皇后怜我，许我和离后再死。从此我不是陆家妇，只是李家女。我死后，看到众人唾骂侯府，一看到众人骂我毒妇，是非对错随便人说，但我此生的确是荒废了。再睁眼重回到大婚那日，侠女笑嘻嘻飞身直冲我而来，我飞速拉过夫君挡在身前。这一次轮到夫君的脸上染了一大块墨痕。上一世大婚之日，我被人当众抹黑脸，顾渊嬉笑逃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惶恐无措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又堪堪忍住。搀扶的丫鬟为我擦拭黑斑，发现擦不掉，只能在婆母的催促下匆匆盖上盖头，先拜堂再说。那时的我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一块墨痕会伴随我一辈子。今日看着陆恒脸上的墨痕，我心里很快冒出来两个想法：一是我要让这墨痕在陆恒脸上长一辈子，我要让他到死都后悔今日发生的事情；二是我要让顾渊也尝一尝这份痛苦，我要让他们相爱相杀，互相猜忌，到死都恨着对方。陆恒看顾渊逃走，稍稍松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看我，却满脸责备，说我让他很失望。我漠然地揭开乱了的喜帕，随手扔在地上，说出退婚两字。上一世我和陆恒成亲20多年，从未有过夫妻之亲。他要为顾渊守身如玉，我和他不过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这一世我和他并未拜堂，算不得夫妻。我要做李家女，不做他陆家妇，我再也不要和他绑在一起。陆恒懵了，他伸手扯住我衣袖：阿雪，就因为有人胡闹，你就要退婚？四周众人惊愕，陆恒的母亲钱夫人面色铁青，陆恒的妹妹陆莲也一脸愤怒。我嗤笑一声，上一世我也觉得自己倒霉，遇到了一个疯婆子，捣乱害了我一辈子。可后来我知道了，陆恒、他的母亲、他的妹妹分明都知道顾渊的存在，知道他手中有能去掉我脸上墨痕的密钥，却还是集体保持缄默。婆母指望我管理内宅，小姑仰仗我给她赚嫁妆，替她在婆家撑腰。他们希望我因为自卑而自我鞭策、自我压榨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老黄牛，一直讨好他们才能不情不愿地用着我，却又高高在上地闲着我。这一世他们休想将一丝脏水泼在我身上。我淡漠道：陆公子，这墨痕叫做无双墨，粘在肌肤上，除非有特制的密钥，否则绝无可能去除。那人分明就是冲着毁了我来的，而那女子口口声声叫你横郎。陆公子，这是你惹的桃花债，而我李昭雪绝不愿与一个3心2意的人结为夫妻。陆恒微惊，旋即眉眼沉了下来。你不要危言耸听，我承认那女子与我认识，但我与她之间绝无私情，今日不过是她小孩子胡闹罢了。其实爱与不爱真的很分明，她的阴狠毒辣，在她眼中竟然是小孩子的胡闹。上一世我曾去金念庵求佛，我想问问庵里最德高望重的老尼姑，为什么我这一生过得这么苦？去的时候，老尼姑正在给捡来的小沙弥擦手，小沙弥们一个个排队，等着老尼姑洗净帕子给他们将手脸擦干净。那些小沙弥本可以自己洗的，但因为他给其中一个擦了手脸，他们便也要他擦才行。老尼姑一点也不嫌麻烦，她眼里满是慈爱。她告诉我，她不求他们长大非要当尼姑，只求他们无病无灾好好长大。她说，我知道施主为何而来，施主若在他面前不能做回一个孩子，他便不爱你。若他在施主面前也不能做回一个孩子，施主便也不爱他。我失魂落魄地下了山，忽然觉得我和陆恒的这桩婚姻很公平。他不爱我，
我也不爱他。这是我做了20年陆家富一直用来安慰自己的话。直到看到他和顾渊卿卿我我，我心里那个叫做公平的秤变得不平了。因为我发现陆恒可以不爱我，但他身为男子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爱别人，而我身为女子，除了自己的夫君，一辈子都不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爱一个人。这婚姻并不公平。我沈笑一声，陆大人若不相信，大可用帕子擦一擦，看能不能去掉脸上的墨痕。陆恒定定看着我，始终不肯抬一抬衣袖。我更觉讽刺，他不敢验证，他猜到顾渊很可能是那样的人，这让我对他的厌恶更深了一层，心中的怒更是涌了上来。他知道一切，可他搓磨了我一辈子。他冷眼看着我在陆家卑微求生，却始终没有为我说过一句公道话。因为我的牺牲是他和顾渊幸福的筹码，连那个儿子恐怕都是看我可怜才赐给我的。何其讽刺！陆母前夫人却急了，急忙拿出帕子去擦。陆恒不敢当众拨开他母亲的手，被摁着擦了脸，可把皮肤揉红了，那墨痕也没掉，反而映衬得更加可怖。陆母慌了，立刻就命人去找顾渊，又想要劝我，却被我家中人拦住。陆恒的妹陆莲急忙道：“昭雪姐姐，你对我哥哥难道就没有一点情？他对那女人并无私情，是那女人一厢情愿。”我冷声道：“陆姑娘，我李昭雪要嫁的人是青年才俊，绝不是此等丑夫。等你哥哥的脸上弄干净了，再来找我，不然我单单只看见他的脸就会食不下咽。”上一世他们享受着我提供的优渥生活，还要在背地里笑话我是无颜丑妇，看我一眼都要做噩梦。这话当然是夸张，我脸上常年戴着面纱，他们看不到我脸上墨痕，他们只是想诛我的心，想让我难过。因为这世上我的夫君率先不爱我，欺负我，他们便也跟着侮辱我，欺负我。就像一个破了洞的窗户，愿意补窗户的人是圣人，但大多数庸人只会在窗户上戳下一个又一个洞。曾经的我就是那一扇破了洞的窗户，如今我会平等的超度每一个恶人。我回到家，立刻发了几条命令，一个是派人时刻盯着陆恒，顾渊舍不得陆恒吃苦，定然会回头去找陆恒，我要让他有去无回，我要让陆恒顶着那样一张丑脸过一辈子。二是去京城玉香楼，那里是京城最大的杀手组织，我要悬赏让人追杀顾渊。上一世我曾经想方设法的想要找到顾渊，我过目不忘，画下顾渊的画像，想方设法的寻找江湖中人，想找到顾渊跟他拿解药。陆恒却怒斥我勾结江湖中人，是想要毁了他的仕途。此事我做的机密，玉香楼保密性更好，绝不会泄露客人隐私。当时我问他如何得知，他声音冷厉地说是被政敌查到，让我赶紧收手，不要给他惹麻烦。我死前才想明白，分明是顾渊被人追杀受了伤，到他跟前哭诉，他才来找我，假借影响他仕途的名义，让我撤掉了追杀令。这一世我要让顾渊每一日都活在京剧之中，既然他不喜欢被侯府规矩束缚，那就干脆一辈子都颠沛流离。三是找来府医，给他一张方子，让他调试无双墨。上一世我始终找不到解药，只能拼命赚钱，买下几个药铺，雇了几位名医，从药方上下手。我想着只要能破解出药方，自然能找出解药。几位名医的确能干，弄出来了一张类似无双墨的药方，也尝试配出了解药。那解药用在我脸上，只淡化了几分墨色，却并未彻底消解掉我脸上墨痕。那几位名医说，可能缺少最关键的1-2味药材，那药材恐怕不是我们这里的，很可能来自藩邦。那顾渊曾经走南闯北，四处游历，也不知从哪里弄来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我心有遗憾，却并不气馁。我让他们将药方改一改，改成没有任何解药的无双墨。那时我心里其实抱了一个想法，若有朝一日找到顾渊，我要将他满脸都涂上墨色，我要让他一辈子都后悔当日所作所为。上一世我用了这个方子，给他下了软筋散，将他的脸抹黑，可他死得太快了，没人看见他的黑脸，我一点也没有大仇得报的痛快，只有恍然若梦的荒诞感。一切都太荒诞了，因为他和他的爱恨情仇，我成了一个维持他们幸福生活的牺牲品，可没人问过我是否愿意。这一世他休想白白净净的活在世上。最后一件事是我亲自去做的，我换上常服，带上丫鬟婢仆，驾着马车去了一个集会。在集会的一角有一男一女，男子抱剑而立，眉眼低垂，英俊的脸上满是不耐。女子正在杂耍，她相貌平平，甚是普通，可一把剑舞得灵巧伶俐，让她整个人显得英姿飒爽，内蕴光滑。她眸光坚毅，并不因卖艺而觉得可耻。等舞完剑，她拿起小筐收赏银，众人却呼啦啦都走了，生怕走得慢了被要钱，还有人啐了2口。那女子一脸平静，等要到我跟前时，我避开目光，也没给钱，转而去了隔壁的茶摊，要了一杯茶。那男子冷冷道：“我早说过，这样没用的，偏偏你不信。”那女子不喜欢听这样的风凉话，回道：“邹师兄，你愿意做了就做，不愿意做了就在一边待着，没人问你话。”那男子叫邹武，女子叫曲和，两人是师兄妹，也是顾渊的仇人。上一世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出来了，害我的女子叫顾渊，是江湖上小有名气的女侠，一身轻功极其俊俏。她天真烂漫，爱憎分明，最喜欢凑热闹。她打抱不平，做过善事，但若是不小心惹到她，也要小心被她报复的鸡犬不宁。邹武和曲和的师傅宋一山是个老江湖人，后来想退出江湖，便举行了金盆洗手大会。那一日，若是无人找他寻仇，
那么便等于江湖恩怨统统都放下了，从今后他就可以回归安宁的日子。可偏偏顾渊闯了进来，叫了宋一山一声爹，你金盆洗手我同意了吗？旋即笑嘻嘻打翻金盆，飘然离去。他随随便便一句爹，看似宋一山占了便宜，可宋一山一生洁身自好，和妻子恩爱无双，两人没有子女，便收了邹武和屈和作为弟子传承衣钵。忽然冒出来一个女子叫他爹，还打翻了他的金盆。他的金盆洗手大会没能办成不说，还和妻子有了局语。他的妻子并不信会有人随随便便叫一个陌生人爹，认定他背弃了两人情谊，负气离去。宋一山去追，路上遇到仇家，那仇家本已打算和他恩怨两清，知道他金盆被人砸了，还冒出来一个女儿，觉得他品格低劣，是上天不允许他金盆洗手，此仇不报，天理难容。那仇家本想断他一臂，恩怨变了，但宋一山急着寻找妻子，双方动了火气，宋一山被失手杀死。他妻子走到半路消了气，回来打算问清楚，却看到丈夫的尸体，认定是自己害了丈夫，便在他身边自裁。邹武和屈和自此走上寻仇之路，两人变卖了家当，四处寻找顾渊，如今已走到了山穷水尽。邹武向来骄傲，不愿卖艺，也不愿给人当看家护院，他想到镖局里走镖，可进了镖局，身契一签便是好几年。屈和不同意，觉得那样没法尽快为师父报仇，便打算卖艺求生，得了钱便去找顾渊。上一世顾渊知道他们找他，便找人堵住他们，将两人打得半死。是我从静念安下山时将他们捡回家，他们养好伤后便为我所用，我请了名师教导他们。两人学成之后四处寻找顾渊。后来邹武拎了一颗人头回来，说自己已经杀了顾渊，可顾渊嘴很硬，宁愿将解药毁了也不肯交出来。他没能将解药带回来，最可惜的是屈和因此不幸殒命。那时我并未起疑，给了邹武一笔钱财，感谢他帮我报仇，便让他走了。我只是遗憾屈和死了。我夜里上香，看着慈眉善目的观音，很想问问清楚，所谓报仇，用一命换一命，值得吗？曲和曾说值得，他说宋一山夫妇待他如亲女儿，没有爹娘被人害死，子女却无动于衷的道理。可我终究夜不能寐，我为他供了多年的长明灯，心中那口怨气丝丝缕缕，始终不曾断绝。我觉得仇该报，但他也该活着，就算不得不命换命，也该用自己一命换多命。可后来我火烧顾渊的山庄时，却看到邹武撕心裂肺地冲进火场，想要救出顾渊，我才明白我被邹武骗了，那颗人头根本不是顾渊的，甚至可能是被易容的曲和。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他很可能杀了屈和。这一世我提前找到他们，我希望屈和能早一点看清楚邹武的真面目。另外我很想知道陆恒若是知道顾渊身边还始终藏着一个爱慕者，会是什么反应？那感觉一定好笑极了。邹武冷冷瞪一眼屈和，转身大步离去。屈和休息了一会儿，便重新开始吆喝起来。我看他一直忙活到日落西山，也不过得了10来个铜板，他想要报仇的路可要走很远了。等他收摊时，我让婢女请他过来，问他可愿做我的保镖。屈和立刻拒绝。我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下3个字：顾渊。他立刻顿住，满脸防备。我笑道：屈姑娘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，他也是我的仇人，不过以你目前的身手恐怕还不行。他立刻单膝跪地，拱手行礼，请姑娘指教，只要能为我师父师娘报仇，我愿终身为姑娘奴仆。我扶起他，心里默默想着，好姑娘，我不愿你为我奴仆，我只愿你和我一样痛痛快快地活在这世上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去了一趟静念庵，给尚且年轻的静安师太捐了一笔钱。静安师太问我，施主可要求一支签？贫尼愿为施主解签。他已经很有名气，不再轻易为人解签，但我摇摇头拒绝了。我的心愿不是一支签能解决的，让人不惧怕贫穷的是富裕起来，能让我真正放下心结的是大仇的报。如今的我看不透，也不愿看透。静安师太笑道，那贫尼送施主一言吧，宿命绝非定数，施主的一言一行里都藏着命数，命数在变，不变的只有变。贫尼愿施主得偿所愿。我双手合十，还了一礼，施然下山。山下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我带着曲和回府，一进去面对的便是3堂会审，父母亲族无数双眼睛看着我，他们需要我给一个交代。他们当我是李家女，对外他们今日一直护着我，可对内他们需要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和陆家退婚。我缓缓跪了下去，轻声道，爹爹娘亲，诸位叔公叔婆，伯伯婶娘，是我让李家蒙羞了，但这婚退了，我并不后悔。陆恒配不上我，陆恒和那女子有私情，那女子不愿被侯府规矩束缚，便弃陆恒而去，又不甘心，才故意在婚宴上意图毁我容颜。陆恒心知肚明，众目睽睽之下却都不舍得责备那女子一句。我若当真嫁入侯府，只会有数不清的苦等着我吃。李家的女儿可以勤俭持家，任劳任怨，但不该是被人算计着当牛做马，欺辱压榨。父亲面色难看，母亲满目怜惜，众人议论纷纷。一个叔公长叹道，可你也太任性了，李家从未出过这样的事啊。李家是清流世家，婚姻嫁娶只看重人品，李家的女儿品行高洁，声名远扬，从不愁嫁。当初侯府上门求亲，看重的便是李家的名声。父亲查访过陆恒此人，周遭人对陆恒的评价都很不错，相貌堂堂，才干出众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
更难得的是人品贵重，是可造之才。当日，父亲问了陆恒3个问题：可有心仪之人或通房外事？可会纳妾？能否接受一生只有一个妻子？在外可有桃花债？可曾欠下旁人承诺？陆恒坚定地答：没有没有。父亲查过，的确没有。那时我们都并不知道，他的确和京中贵女毫无关系，却会和一个离我们很远的江湖女子打得火热。我也不知他为何会坚定地说出和顾渊毫无关系，或许当时他们闹崩了，他正在气头上，正在最恨他的时候，所以可以毫无负担地说出这种欺骗人的话。可顾渊怒闯婚宴，让他看清了他的口是心非，也看明白了他的真心。他是真的不爱我，也是真的爱惨了顾渊。我父母以为将我嫁给了一个才干出众的青年才俊，以为我会像他们那样幸福。可我洞房花烛的第一晚是哭坐着度过的。陆恒说我会帮你找到那个女子，他陪我坐了一夜。此后他不愿来，我不愿去，我们相敬如宾。再后来他劝我放下，我不在乎你脸上如何，你也放下吧。男女之间不是非要情爱，如今这样各司其职也很好。若人是一棵树，我觉得我的内在在日渐枯萎，因为我已经干涸的得不到一滴水分的滋养了。侯府到处都是需要我的人，却没有人回馈给我一句谢谢。我想认命，可我又不甘心，总想挣扎着用生命开出一朵花，哪怕是一朵很小很小的花，至少我的生命也曾经精彩过。可没有，到死我都是枯萎干涸的。我被罚跪祠堂，曲和为我感到不平，他陪我一起进入祠堂。他道：若是我，就会杀了那2个人。我看着曲和，由衷感慨，他率性可爱。我并没有跪在蒲团前，上一世我已经当够了乖巧懂事的名门淑女，这一世我无所谓了。我给列祖列宗上了香，便打开窗户，让曲和带我走。曲和愣住，我笑：走啊，不是要去杀那2个人吗？现在就走啊。他犹豫问我：不跪祠堂吗？我深深看一眼列祖列宗的牌位，不呀，自家祖宗哪舍得让自家孙受苦？我重生说不定都是老祖宗在地下把头磕烂了才求来的，他们怎会怪我，只会心疼我。曲和恍恍惚惚，他拉着我翻了窗，翻了墙。我点评：力度和轻功都差了点哦，这样是追不上顾渊的。曲和无言，他带我一起躲在陆家附近。天早已黑透，陆母前夫人的院子里吵吵闹闹，前夫人大概心气不顺，骂人的声音隐隐约约在空中响起。陆莲在摔摔打打，给了一个丫鬟一耳光，大声让她滚。后来院子里的灯烛一个个都熄灭了，只有陆恒房间里的蜡烛一直亮着。他在窗前坐着，烛光将他的人影照得清晰。他其实是很好看的男子，皮相惑人。当初多多少少我们也都被他的脸骗了。母亲说你俩从样貌上倒是极其般配。我也曾想过，若我容貌无损，会与陆恒举案齐眉吗？我想或许会的，但或许我们还是会以悲剧收场，因为没有不老的容颜。陆恒也并非品行如一的真挚君子，我想这样也好，至少我不曾交心，不算损失。可我看到父母恩爱，还是会遗憾。父亲爱母亲年轻的容颜，也爱他老去的皱纹。母亲会怜惜父亲不如从前伟岸，一心疼他渐生华发。他们悄悄讨论过谁先死的问题，最后2人相对无言，默默垂泪，都舍不得对方先死，也都舍不得留下对方一人难过。我见过世间最好的情爱，才明白了自己的惨淡，更觉得荒诞。我思绪飘远，曲和忽然拉了我衣袖一下，他悄悄地指了一个方向。我看到静谧空寂的夜空下，一个女子鬼鬼祟祟地出现。她查看四周后，悄无声息的就要潜入陆家庭院。是顾渊。我拿出哨子轻吹了一下，黑暗中几个人立刻站出来拦截顾渊。顾渊轻功的确厉害，他在几个人中间腾挪闪避，灵巧至极，可终究双拳难敌4手，渐渐落了下风。曲和要上前帮忙，我拉住他，让他静静地看，便看到一个人飞身而出，拦住那些人，飞速就走顾渊。曲和大惊，猛地站起，他认出来了，那人是邹武。他道：是邹师兄，他抓到了顾渊，我们跟上去报仇。他很兴奋，我有点心疼他。上一世他习武很刻苦，为了给师傅师娘报仇，真的拼了命的练。他比邹武强，可最终是邹武取走了他的性命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邹武。这一世他可要看清了。我认真对他说道：曲姑娘，从现在开始你要隐匿踪迹，不能说一句话，若你说一句话，我就扣你1个铜板，相反若你能坚持一句话都不说，我奖你1锭银子，1锭银子就是10两。曲和眼睛都瞪大了，他张口想说话，又想起什么，急忙闭紧嘴巴，狠狠点了点头。我们跟上邹武，看到邹武将顾渊带到了一个安全的林子，他恋恋不舍地放开顾渊，退后一步，转过脸去冷声道：顾姑娘，现在安全了，你没事了。曲和带着我藏在一棵树后，闻言眼睛都瞪圆了，立刻就想冲出去，我紧紧拉住他，示意他听。顾渊惊魂未定，看了看四周，才看向邹武，好笑道：是你啊，你怎么会在那里？邹武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走。顾渊眼珠一转，哎呀，惊叫一声，邹武立刻停住脚步，回头问他怎么了。顾渊一脸痛苦地说他脚扭了，很疼。邹武一个起跃，迅速窜到顾渊身边，俯下身去看他的脚，焦急询问顾渊的痛处。顾渊扑哧一声笑出声：邹武哥哥，你关心我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呢？邹武意识到自己被戏弄，立刻松开顾渊的脚，起身怒斥道：你这妖女，惯会捉弄人，我不会再信你。他立刻就走。顾渊急忙道：
喂，我是骗了你，我的脚的确不疼，可我的心疼啊！一句话就留住了邹武。邹武停住脚步，顾渊笑道：当然是心疼你，我知道肯定很纠结，很难受，我故意躲着你，就是不想和你落到如此地步，没想到依旧如此。随你怎么说，你害了我师父，你我之间只有深仇大恨，这一次我放过你，下次再遇见你，我绝不会手软。他大步离开，顾渊突然高声让邹武回头，邹武下意识转过头来，顾渊笑嘻嘻道：好啦，你又见到我了，你可以来杀我了。邹武被他气到，手朝着剑柄伸去，握住又松开，松开又握住，如是几次，让人直翻白眼。屈和以气的七窍生烟，我牢牢攥住他的手腕，仔细观察着顾渊。活了两世，我对顾渊实在不了解，我不了解他有什么魔力，让陆恒不顾礼仪法度，让邹武放下杀师之仇。我想多看看。邹武气得面容扭曲，却愣是没有拔出剑。顾渊笑盈盈地扑到邹武的怀里，抱着他的腰，柔声道：邹武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杀我，你这次对我不动手，以后就都不会再对我动手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心里的苦闷，你恨我搅了你师父的金盆洗手大会，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如此做？软玉温香在怀，邹武明显放松了，问他为什么，他似乎很期待顾渊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，这样他就可以放下道德包袱，不用再为宋一山报仇。顾渊松开邹武，冷声傲然道：还不是你师父的错，你师父自己要金盆洗手就罢了，还偏偏要让你也跟着退隐江湖，不许你再和我来往。他说我惯会惹是生非，还说我空有武功，不通道理，这些话我都听到了，我恩怨分明，他对我不好，我自然要报复回去。怎么？难道只许你师父说我坏话，不许我还回去吗？他抬眸看着邹武，见邹武脸色不好，立刻急了：你还要怪我是不是？是他自己运气不好，被人杀了，我只是想让他尝一尝被人误会的痛苦，你要是怪我，就立刻将我杀了，我绝不怨你。他伸长脖子，一脸赴死的倔强，看得人又恨又爱。邹武长叹一声，似很无奈，说了句：你明知我不会杀你的。顾渊转怒为喜，娇嗔可人。邹武冰冷的脸上涌起一丝笑容，但很快他收起笑容，问道：你去陆家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你今日大闹侯府婚宴，你喜欢上了侯府世子，你和他什么时候的事？顾渊一点也不慌，他理直气壮道：我是喜欢他，那又怎样？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看待，难道你喜欢我？他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邹武，邹武被气到了，不想承认，却似又不甘心，怒气冲冲否认。顾渊理所当然道：你不喜欢我，我喜欢别人难道也不行吗？邹武气得要命，却始终不肯说出喜欢两个字，似乎这样一说就彻底低了顾渊一等。顾渊轻哼一声，微仰着下巴，手指缠着发丝，神态娇俏可爱。他斜眼看邹武，见他很生气的样子，不由得长长一叹：邹武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你明明知道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，你我之间隔着你师父的死，他虽不是我杀的，但世人不知真相，可不这样认为，他们会对你我指指点点，你能当真不顾世人指点吗？还有你师妹，我可听说了，你师妹是个极其固执的人，若你当真和我在一起，你师妹不仅会杀我，还会连你一起杀，到时候你该怎么办？我不想你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，也不想你左右为难。邹武哥哥，你我兄妹相称是最好的结果了，你我此生的确无缘，你会尊重我，祝福我的是吗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哥哥。他说的快要落泪，邹武心软了，满脸心烦意乱，他焦躁地开口：我不会让我师妹杀你，我自会想办法。不过你喜欢他有什么用？他是权贵之子，你是江湖女子，再说他已经要娶妻了，这样的男人配不上你。顾渊不以为意地哼了一声：权贵之子又怎样？我顾渊谁都配得上，再说是我不要他，他才去娶别人。邹武皱起眉头追问：那你为何又要闹别人的婚宴？你分明是放不下。顾渊点头承认：我是放不下，我想看看他要娶的是怎样的女人，我还在伤心难过，他凭什么家人在怀？我是嫉妒才去闹他的婚宴，我要他永生永世都记得我的模样，我不许他多看别人一眼，我就要毁了那个女人，让他被人厌弃，我就是个为情所困的卑鄙小人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顾渊无理取闹，偏偏邹武却急了，他满目慌乱，那样大的一个人，手脚都不知如何放，连连否认自己没有那个意思。顾渊眼中含泪看他：你替我杀了那个女人，我就相信。邹武说他胡闹，顾渊又闹了起来：是我胡闹，我不懂事，你现在后悔认识我了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我永远不要再见面。顾渊咬牙切齿，愤愤跺脚，轻功一转，上了一棵树，脚尖轻点，几个起伏间已不见了踪影。邹武呆愣在原地，终究恨恨长叹一声，起身去追。恰在此时，屈和飞速弹出一枚石子，击中邹武的太阳穴，他下手力道极重，邹武闷哼一声，应声倒地。屈和扑过去，恼火地补了一个手刀，让他彻底晕了过去，这才将他绑住。他恨恨地在邹武身上踢了几脚：你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师娘吗？他做梦也没有想过，他的师父会因为说了顾渊几句不是就被他害得家破人亡，更想不到邹武和顾渊认识，还互生过好感。他替师父师娘不值，教出了这样一个白眼狼。我也为自己不值，上一世我的一生真的被这三个颠公颠婆白白葬送了。我吹了一下哨子，等了一会儿，便有几个人闻声而来，将顾渊扔在地上。这是玉香楼的人，他们追着顾渊而去，很轻易的就将毫无防备的顾渊撂倒了。我从他身上搜出2瓶药膏，1瓶无双末
另一瓶味道和曾经名医们配出来的无双墨的解药很像，但还需确认一下。我将两人关在李家一处庄子的密室里，将他们分别关押，又蒙上眼睛，再用水泼醒。第一个审问的是顾渊，他醒来后茫然地转动脑袋，厉声问我是谁，想对他做什么。我默不作声。曲和冷冷地抽了顾渊一鞭子，假意怒道：你害了我哥哥，我找你当然是为了报仇。我问你，无双墨的解药在哪里？顾渊问他是不是陆莲，曲和轻哼一声，没有否认。顾渊没有那么生气了，也稍稍放松了一些。看来在他眼里，陆莲无论如何都不会害他性命。原来此时的陆莲就已经知道顾渊。我恍惚了一瞬，心里的不甘和愤怒连绵不绝地冒出来，悠悠绵绵，如泣如诉。顾渊道：我不是故意害你哥哥的，是那个女人，她根本对你哥哥无情，不然怎会躲在你哥哥身后，让我一时手误。曲和又重重抽了顾渊一鞭子。我哥哥嫂嫂的事情轮得到你管？谁让你自甘下贱，跑去闹别人的婚仪？你爹娘没教过你礼仪教养，还是你没爹没娘如畜生一般天生地养？给我解药，我饶你一命，不然我划划你的脸。他掏出匕首，冷冷的冰刃贴在顾渊柔嫩的脸蛋上。顾渊似乎终于感到害怕，忍住满腔怒火，冷声说解药在他身上。曲和假意伸手去搜，自然什么都没有搜到。他啪的抬手给了顾渊一耳光：你骗我，你身上根本就没有解药。顾渊急了：怎会？一定有，你找找。曲和声音冷厉：没有就是没有，你是存心害我哥哥，若我哥哥仕途受损，他此生绝不会原谅你。本朝有规定，官员必须容貌端正，身体健全。若陆恒不能尽快去除脸上的墨痕，他的仕途便也走到头了。他绝不能再如上一世一般身居高位，权柄在握。顾渊快要急哭了：真的有，你再摸摸，我怎会害恒郎？曲和稍稍缓和语气：的确没有，你是不是掉在路上了？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做出来解药？这关系我哥哥一辈子。没有，这药膏是我偶然所得，只此一瓶，解药也只有一瓶。我和曲和相视一眼，我狠狠松了一口气。那可就太好了。曲和重重给了顾渊一耳光，咬牙切齿：那你可把我哥哥害惨了，如今他没了解药该怎么办？你毁了我哥哥，就是毁了我陆家满门的未来。顾渊，我哥哥一定会杀了你，就算我哥哥不杀你，母亲和我也绝不会放过你，你此生休想进我陆家的门。顾渊脸色惨白，慌乱极了：让恒郎来见我，我要见恒郎，还有法子的。这药是我从一对西域来的商贩手中买的，你们拿着瓶子去找西域的商贩，说不定能找到解药。我彻底放心了，西域来的商贩还恰巧卖这种药，恐怕等10年都等不到，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。难怪上一世我寻遍大江南北也找不到这种药。陆恒完了，我心甚慰。我拿过鞭子，一鞭鞭地抽打着顾渊。上一世我恨了他20年，却连他影子在哪都不知道。这一世我终于可以切切实实地让我的仇恨落在他身上。鞭梢划过顾渊的脸，在他脸上落下血淋淋的鞭痕。他惨叫出声，脑袋不敢置信地转向我的方向。贱人，你敢毁我的脸？你哥哥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扔下鞭子，戴上几皮手套，将无双墨涂在他脸上被鞭子抽烂的地方。黑色的膏药渗入他血红的伤口，红红黑黑，显得格外惨烈。我欣赏了一会儿，只觉得曾经干涸的心被一点点注入了生命力，这才是我想要的因果。我走出密室，去审问另一间房里的邹武。这一次曲和看着我来审。邹武听声辨位，大概听出了有2个人。他冷声道：你们是谁？帮我做什么？我平静道：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你师妹在我手中，只要你肯帮我杀了陆恒，我便放了你师妹，如何？曲和放缓呼吸，握紧拳头，眼睛凝重地看着邹武的反应。邹武脸上却闪过一丝极其隐秘的窃喜，他扭过头，冷淡道：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绝不会受你胁迫做出杀人越货之事。我问他：你不要你师妹的性命了吗？他倒是硬气说了句人各有命，悉听尊便。我笑道：那顾渊呢？顾渊的命你便不要了吗？邹武一凛，满脸激愤，咬牙切齿骂我卑鄙。我和曲和都沉默了，回应他的是我狠狠的鞭子，我毫不留情地将他抽了一顿。我恨他上一世自私自利，欺我骗我，曲和真是他杀的，他竟然还有脸来我这里拿钱。我打累了，曲和接过。邹武惨叫连连，鲜血渗透衣衫，他很快成了一个血人。我淡淡道：真是个硬骨头，只是不知顾渊挨不挨得住这一顿打。邹武喘息着阻止，旋即冷冷道：住手，你们不要打他，我去杀陆恒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陆恒的未婚妻。我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愤懑，当即冷喝：住口！我和他也毫无关系，他如今是我的仇人。我知道自己失态了，但不知为何，我不能听到我是陆恒的未婚妻这样的话，那会让我恶心，深深的恶心。邹武长叹一声，劝我道：李姑娘，陆恒不喜欢你，你就放手吧，你有才有貌，家世又好，想嫁谁不可，何必在一棵树上耗着？我感觉匪夷所思，上一世他默默无闻地陪在顾渊身边那么多年，连死都和他死在一起。我以为他想不开，没想到他竟然想得这么开。看来道理都是用来说服别人的，轮到自己，什么道理都不好用。我嘲讽一笑：是比不上你大度，能亲眼看着心爱之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
还能关怀地为他们掖被角，甚至能杀情敌的情敌，就为了心爱之人理自己，当真胸襟博大，佩服佩服。邹武怒不可遏，偏偏说不出一句话反驳，他干脆道：我会去杀陆恒，希望你言而有信，放了顾渊。我点头，好，一言为定，我会派人盯着你，若你故意在陆恒面前泄露我身份，我会将顾渊切成肉丁喂狗。邹武不寒而栗，我示意曲和出去，命人给邹武喂了一粒哑药才松绑。邹武怒不可遏，我道：不过是一枚让你说不出话的哑药罢了，12个时辰内自动失效，对人毫无害处，这是玉香楼的杀手给的。上一世我半途而废，没有和他们合作的这么深，竟然都不知道，真是遗憾。邹武冷哼一声，药物渐渐起效，他慢慢地憋出了一句话：你何必呢？你和顾渊素不相识，哪来这么大的仇恨？我被他问愣住了。这一事在旁人眼中，只是顾渊想要抹黑我，反而抹黑到了陆恒身上。我们的确没有深仇大恨，我如此做试过了。我突然感觉到重生的苦楚，无人知晓你的委屈、仇恨、愤懑，他们只觉得你过了，你不该，你应该。可我很快想明白一件事情，我不该向人解释，也不要向人证明。我想如此就如此了，哪有那么多需要解释的？我淡笑一声，你和陆恒不也素不相识？我倒想问你，顾渊救过你的命吗？你如此待他。邹武在哑药起效前憋出了最后一句话，他没有救过我，但我心悦他，为他死我也心甘情愿。他怒气冲冲地离去，离开前执意要听到顾渊的声音才肯放心走，倒是个情种。等待的过程很漫长。曲和问，他能杀得了陆恒吗？我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只要他去杀就好了，结果不重要，只要他去杀，我安排的人就会让他在关键时刻暴露身份，到时候他就会获得一张朝廷通缉令，他一辈子都不能正常住店，正常买卖东西，一辈子都要躲躲藏藏。到时我会放他和顾渊一起离开，但我会告诉顾渊，他去杀了陆恒，但愿顾渊依旧会心疼他，理解他，不会怨他，恨他。我忽然笑起来，此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坏人，想到即将要做的坏事就血脉奔张。曲和摸摸我的额头，李姑娘，你笑得好可怕。我笑够了，收敛笑容，给曲和讲了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一个女人，她贤良淑德，孝顺公婆，教养小姑，以夫为天，本来夫家对她也很满意。可有一天，她的脸上长了一颗黑黑的大痦子，那痦子越长越大，占据了她半边脸。从那以后，夫君厌恶她，公婆斥责她，连小姑都对她不尊敬，但她还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。她想，她已经失去了容貌，不能再失去名声，这些都是她立足的根本。可后来有一天，她发现她脸上的痦子是她的夫君故意下药所致，因为她的夫君爱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还将那个女子金尊玉贵地养在外面。那女子不用侍奉公婆，不用教养小姑，为人娇蛮任性，无理取闹。可偏偏夫君喜欢得紧，不仅花心思讨好她，还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不会再碰别的女人。而公婆夸赞那女子生儿育女，小姑也喜欢她，和她更亲近。最后那女子生的儿子继承家业，女儿招了赘婿上门，她得到了所有，正室却被人嫌弃、厌恶、辱骂。明明那些人靠着正室的操劳才有安稳的生活，他们甚至骂正室贪婪、曲和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贤良淑德的女人只得到骂名，反而那个外室得到了一切？为什么呢？曲和沉默了，我也沉默着，他目光静静地看着我，久久说不出话。良久，他开口道：李昭雪，你看我现在为我师父师母报仇，但其实我不是师父师母最喜欢的孩子，师父师母更喜欢邹武，他们选中的鼎立门户的传人是邹武，他从小就是个不太讨喜的孩子，邹武不喜欢他，觉得他长得丑，才干也一般。他小时候不懂事，叫他哥哥，被邹武愤怒的警告，永远都不许叫他哥哥，只许叫他师兄。他明白了邹武的嫌弃，从那以后只规规矩矩的叫他师兄，再不亲近。宋一山夫妇也更喜欢邹武，觉得他是男儿，人也长得体面气派，不算辱没门楣，所以邹武只用练武，他既要练武，也要做很多琐事。曲和继续说，李昭雪，你看这世上对长相普通的姑娘充满了恶意，我因为相貌平平，失去了师父师娘的看重，师兄的宠爱，可那又怎样？那只能说明世人大多是庸人，我只要变得不庸俗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师父金盆洗手前对我说，其实我剑道很有天赋，他说他要金盆洗手，不再需要人鼎立门楣，他会公平地将他的杀手锏交给我。李昭雪，那一刻我心里真痛快啊，可我也难过。漂亮的人不需要争抢，就有人送上武功秘籍，可我这个不漂亮的人却要很努力才能得到公平对待。但我不恨师父师娘，他们给了我一条命，每个人也都不完美，就像我在容貌上不完美，他们在想法上不完美，仅此而已。我只要想到这一点就不难过了。我为师父师娘报仇，也不全是为了他们，我为的是将来的我。我希望将来我活到30岁、40岁、50岁的时候，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情是无怨无悔的。李昭雪，我为自己活，这是我的剑道。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，但我觉得这世间自有公道，不然不会有我们这些江湖人行侠仗义。若我遇到那女子，我不能给她答案，但我会替她杀了那对奸夫淫妇。听完曲和的话，我对他肃然起敬。我捡到了宝，它是颗沧海遗珠。我看着他说道，曲和，
我也想了很多东西。对于我们这些闺阁小姐来说，自幼便被教导要贤良淑德，注重名声，一言一行都要顾虑家族荣辱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确依靠家族谋生，若没有家族庇佑，我便不能顺顺利利和陆恒退婚。家族是我的乌龟壳，遇到危险我可以缩进去，但平时的时候我就要背着乌龟壳慢慢的走，以防它被撞坏了，会有一些累，但我不能只想用乌龟壳的好处，不承担它的坏处。问你的那个问题，其实我也仔细想过，好女人失去一切，坏女人得到一切，这只是我以为的。事实上，那个故事的最后，正是杀了他的夫君、外室，还有外室的子女，他自己也被处死。但皇帝为他主持了公道，将他夫君抄了家，皇后联系他，许他和离后再死。你看，跳出原来那个家，好人依旧是好人，坏人依旧是坏人。所谓公道自在人心，便是如此。若在一个环境里，好人变成了坏人，那一定不是人的不对，而是环境不对，只要跳出来就好了。曲和，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，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的。而我希望每一个受欺辱的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侠客，不用等着人来救。这一日是我重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我忽然觉得我身上重重的乌龟壳变得透明了一些，也更坚硬了一些。我忽然发现这个壳不一定非要沉重的成为拖累，也可以坚硬而轻盈的带我飞上九重天。没多久，仆人来报说邹武回来了，但他身上带血，看样子刺杀失败。我和曲和相视一眼，我急忙去见邹武，曲和则躲在暗处。邹武满面怒容，长剑指着我，却又在看到我四周重重护卫下，恨恨地将长剑插入剑鞘。尾随他前去的杀手低声向我禀告，陆恒家并无侍卫防守，邹武直接冲进了陆恒的房间，一剑刺中陆恒胸口，眼看他就要将陆恒杀死，他跟了上去，叫破了邹武的名字，然后给了邹武腿上一刀。这动静惊动了陆家的护院，邹武拖着一条伤腿，千辛万苦才逃了出来。他已经知道这是我故意为之，现在恨死我了。我听得心情舒畅。陆恒不设防守，估计是为了方便顾渊进出庭院，他笃定顾渊一定会去给他送解药，可他做梦也想不到来的是自己的情敌。至于邹武，他马上就要得到一张朝廷颁发的通缉令，可以过上被人指指点点的人生，可喜可贺。我仔细欣赏着邹武的愤怒，笑道：我说话算话，这就放了顾渊，你跟我来。邹武被人压着，忍着伤腿的疼痛，步履蹒跚地跟着我走进另一个密室。顾渊听到动静，立刻嚷着放他出去。邹武也激动起来，就要去见顾渊。我让人按住邹武，让他能听得到顾渊的声音，却见不到顾渊。我走到顾渊跟前，扯开蒙住他眼睛的布，第一次和他光明正大的对视。顾渊认出了我，眼中带着怒意瞪我。我承认的干脆，如今我的心绪平静了许多。果然大仇的报才会让人得到安宁。顾渊怒道：你真卑鄙！恒郎若是知道你这样做，他绝不会再娶你为妻。你这样恶毒的女子不配做他的妻子。我笑笑，他不配为我夫，你和他才是绝配。我拿出解药，这份目前来说独一无二的解药，我上一世心心念念求而不得的东西，这一世握在手中，依然有一种不真实感。我定了定神，当着顾渊的面将瓶中的解药倒掉一些，只留下一小瓶，只够一个人用。顾渊睁大眼睛，不敢置信：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我淡淡道：解药只有这一份，但现在中毒的有2个人，陆恒和邹武。你希望我把这解药给谁？顾渊神色变幻：你抓了邹武哥哥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你故意哄我的，对不对？你那样痴恋陆恒，肯定留了解药给他，这样我若是选了邹武，就是掉入了你的圈套。恒郎是不是在外面能听到我们的话？你在诈我！我做事就要扔掉瓶子，你若不选的话，就是谁都不想救，那我就将解药扔了。顾渊尖叫，选了陆恒。我顿住，问他为什么。顾渊说他心悦陆恒。我看向邹武的方向，那邹武呢？他为了你来刺杀我，最后反而被我擒拿。他为你放弃了杀师之仇，还准备杀了他的师妹，就怕他的师妹来找你寻仇。他做了这么多，难道不值得你一瓶解药？顾渊愣住，愣了很久很久，他喃喃自语道：他竟然待我这样好。另一头，邹武安安静静地听着，不敢发出一言。他满面悲愤，似乎也很想知道顾渊的反应。良久，顾渊狠狠地甩头，似乎要将那片刻感动统统都甩出去。我只将邹武当作哥哥，他就算容貌有损，我也不会嫌弃他，大不了我把他当哥哥一样奉养一生一世。顾渊说的坚决。邹武面如死灰，我感受到了诛心的快乐。我拍拍手赞道：姑娘真是好仁义啊。现在第2个问题来了，刚才我的确骗了你，事实上中了这无双墨的人是你和陆恒，这一次你怎么选呢？我命人拿起一面准备好的铜镜放在顾渊面前。刚开始顾渊不屑一顾，但很快他就盯着镜子尖叫出声：我的脸！李昭雪，你好狠毒的心，你怎敢如此待我？他满面狰狞，娇俏可人的容颜上爬满怨毒，一双漂亮的眸子似要喷出火来，和上一世我见到的那个洋溢着幸福光芒的顾渊好不一样。幸福会让人光芒万丈，而仇恨则吸干了人的精气神。他在一步步下坠，似乎落到了和曾经的我同样的地步，但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我退开一步，很平静地看着他：选吧，你选陆恒还是你？顾渊很痛苦，这一次他是真的痛苦，他泪流满面，心绪挣扎，眼眸可怜地看着我，希望我能怜悯他。可上一世他不怜我，这一世
我亦不怜他，我心硬如铁。顾渊神色凄凉的缓缓跪下，李昭雪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没有害到你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恨我？我心口堵得厉害，他没有害到我，那是我重生了，是我机灵，是我眼疾手快，关他何事？我冷冷道，选你还是陆恒？3、2，我将瓶子高高举起，在顾渊惊恐的眼神中缓缓松手。顾渊尖叫，他选了自己。我用另一只手接住了瓶子，顾渊软软地倒在地上，仿佛失去了全部力气。我轻笑一声，顾渊，你的情爱也不过如此啊！我将药瓶扔在他身上，他怕瓶子摔碎，急忙握住，问我这真的是解药吗？我没有回答他，他爱用不用，我就是要他胡思乱想，自我折磨，纠结痛苦。快刀子杀人，那是快阴仇；慢刀子磨人，是不共戴天之仇。我受过的心理折磨，他也一样要受。我告诉他可以走了。顾渊不信我有这么好心，我轻嗤一声，带着人离开，只留下邹武和顾渊。顾渊的面色一寸寸变白，邹武看着他，眼中的爱恋被冷漠所代替。这一次不是欲盖弥彰的冷漠，而是真正的漠然视之。顾渊在他心中从一个真性情的侠女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。虽然他也是小人，但小人也是向往好人，厌恶恶人的。顾渊急忙挡住脸，让他不要看他。邹武冷冷地解开他身上的绳子，转身就走。顾渊感受到他的厌恶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他拿起解药，飞速跟上。两人一前一后出来，我看着顾渊笑道，刚才忘了告诉你，邹武受了伤，伤在腿上。顾渊刚想安慰邹武，我又道，不过这伤是邹武刺杀陆恒留下的，陆恒被他刺中了胸口，生死未知。你若不信我说的，不如就问问邹武，看他会不会否认。顾渊脸上的表情空白了一瞬，他气愤地质问邹武。邹武的哑药还没有过，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指了指自己的嗓子，可愤怒之下的顾渊并不能理解。最终他狠狠地瞪我一眼，瘸着腿急躁离去。顾渊跟在他身后，没了方才的急切，只有茫然和怨恨。他也不敢一个人待着，生怕我再次逮住他，只能不情不愿地跟上邹武的脚步。曲和从暗处走出来，问道，就这样放他们走吗？解药真的给他？我点头，等他用完了解药，噩梦才正式开始。他用了解药，就不敢再见陆恒，而我会下达追杀令，他只能和邹武在一起保命。邹武被朝廷追杀，也只能和他在一起做遮掩。我要他们不得不在一起，却不得不互相厌恶，这才是最过瘾的惩罚。等回到家时，大夫已经将加强版的没有解药的无双墨研制了出来。我看着那小小一瓶药膏，在玉香楼追加了一个江湖追杀令，我要他们派出轻功最好的杀手追踪顾渊，我不要顾渊死，我只要他们每一次都在顾渊的脸上留下一块墨痕。我要顾渊惶惶不可终日，过不好每一天。我要他黑着一张脸迈向衰老和死亡，一生一世都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我突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，不过我也佩服他这样的人，他是恶人，始终以自己为先，从不让自己受委屈。要是好人能学来他一半的以己为先，或许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私利与公利如何权衡，永远是一道难题。但我希望好人能过得好一些，而不是永远在牺牲，在付出。一旦过得好，就好像是罪过，不该这样的。忙完这些，我美美的睡了一觉，这一觉睡了2天2夜。醒来后神清气爽，好像连我上一世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。我看着镜子里那张年轻依旧的脸，却有是一双不属于16岁的姑娘的眼睛。现在我只剩下一个仇人，陆家。曲和兴奋地跟我说陆恒的事情。陆恒被邹武刺杀，身受重伤，如今昏迷不醒。他是朝廷命官，被刺杀是大事。京兆尹已经根据陆家众人的描述发布了对邹武的通缉令，如今城内外贴的都是邹武被通缉的告示。而陆家趁此给陆恒请了假，只期待着能在看病期间治好陆恒脸上的墨痕。陆母前夫人已经恨透了顾渊，扬言绝不会让这样粗鄙的女子进入陆家门。前夫人还来和父亲母亲赔罪，一边说陆家家门不幸，被一个江湖女子缠上，以至于落入如今境地，一边说喜欢我这样真静柔顺的名门淑女，还是希望两家能放下旧怨，结为亲家。父亲母亲将他的东西丢了出去，并下令以后与陆家断绝往来，陆家人若再赶上门，便直接打了出去。前夫人自知没办法说动我父母，开始积极寻访名医为陆恒看诊，但不知试过多少药，那墨痕非但没有减轻，反而看起来更深更可怖。陆家每天流水一样的银子花出去，陆莲已经很久没有出去游玩逛街，对陆恒也有了几分怨气。如今的陆家整天摔摔打打，再无从前欢乐和谐的景象。我唇角不自禁地漾起笑容。我以前听人说过，若想和一个人快速交好，那就是共同说一个人的坏话。曾经我是那个被他们说的人，他们通过说我建立同盟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。如今没了我，也找不到共同的敌人，便只能互相攻击，分崩离析，真痛快啊！曲和又迟疑了一下，道：李昭雪，你的名声可能坏了，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，你觉得呢？我笑着点头，的确没什么。哪个人后不说人，哪个人后不被人说？我不是圣人，我也不能指望别人是圣人。只要我过得越来越好，说好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我只要让自己过得好就足够了。掌权者身边都是顺着他的人，我只是失权了而已。等我握住了权柄，我相信我的身边出现的都是好人，那时候我反而要提防身边的好人，多听一听不同的声音。我开始经营自己的嫁妆，有了上一世的经验，
这些做起来更顺手。我甚至可以弥补上一世的遗憾，提前找到曾经的得力干将，将商铺经营得更辉煌。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我的铺子就火了起来，推出的新品以极快的速度被人所周知，说我闲话的人少了许多，反而都说我这样脾气的人才是做大事的人。我终于明白了一句，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。当我明白了这一点，就更看淡了流言蜚语，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。1日，我见到了陆恒，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他也重生了。他眼眸凝重，藏着上位者的威慑，但配上那样一张蒙着面巾的脸，显得有些可笑。他开门见山地问我，顾渊是不是被我抓了？我看着他，找到了一种棋逢对手的踏实感。我上一世的苦难终于可以在这一世找到一个足够分量的落脚点，毕竟他是我一切苦难的根源，而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。我唇角勾起嘲讽弧度，缓缓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毫不留情地揭开他脸上面巾。陆公子挡着脸做什么？难道脸上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东西？他惊慌了一瞬，旋即目光愤怒地盯着我。李昭雪，你太过分了！我仔细欣赏着他脸上的墨痕，面颊延伸到耳朵附近，中间又有一处空白，是顾渊当时没捏上的皮肤，让墨痕像是断了墨，有点可笑。陆公子以前对我说，你不嫌弃我，让我无需遮遮掩掩，令人发笑。现在我也将这句话告诉陆公子，我不会耻笑你，你也不用在我面前遮遮掩掩，看着的确可笑。同样的话刺痛在他身上，我感觉到一种舒爽。原来不要道德，做恶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啊。陆恒沉默了，跟我道歉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听到了什么？对不起。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舒爽，我只觉得愤怒。我20年的苦难能用一句对不起来化解吗？不能，永远不能。我轻笑一声，拿出来一盒祛疤膏。陆公子，我这里没有你想要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姑娘去了哪里，但我都知道这无双墨的毒辣，不如你将这块肌肤弯去，我这里有上好的祛疤膏，可以便宜卖给你。陆恒弯腰对我行一礼，此前种种是我的错，但上一世我陆家被抄家流放，你的仇也已经报了，这一世我们本该互不相欠的。你告诉我顾渊的下落，我们从此恩怨全消，作为补偿，我愿意赔给你陆家10处铺面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淡淡道，陆公子，这样吧，你顶着这张脸20年，20年后我告诉你顾渊的下落，那时你不到40岁，依旧可以重新开始，你看如何？陆恒唇角紧抿，夫妻一场，你非要如此？我看着他，仇怨算不算完？是否结束？是受害者说了算，你说了不算。陆恒，你我之间绝无情分，只有仇怨，我等着看你的报应。陆恒脸色凝重，眸光凌厉，转身拂袖离去。上一世，陆恒做到了3品大员，权柄在握，是备受器重的肱骨之臣。我不会小看他。很快，曲和打听到陆恒在玉香楼打听顾渊的下落，但玉香楼拒绝了他，因为玉香楼不会同时接一个相冲突的单子。但陆恒由此判断出我在追杀顾渊，他很快联系了玉香楼的对家散花阁，只有一个要求，保住顾渊，将顾渊带到他面前。我想到如今的顾渊，忍不住笑出声。曲和曾经去看过顾渊，他用解药洗去了脸上的无双墨，重新哄好了邹武，但他明显感觉到邹武已经不如从前爱重他。他发脾气，可邹武不再哄他，而是冷笑一声，扭头就走。他负气离开，但很快就被玉香楼的杀手追上，脸上又多了一处墨痕。可这次已经没有解药了，他惊恐至极，急忙去找邹武，却看到邹武被人通缉，正被朝廷捕快追捕。他帮了邹武，两人逃脱后，易容离开京城，正往西域去，打算寻找无双墨的解药。我很期待他千辛万苦到了西域，找到无双墨的解药，结果发现原来的解药解不开现在脸上的无双墨时的场景，那一定好笑极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又被玉香楼的人找到了2次，如今脸上有3处墨痕，看起来像个花猫。为了让邹武帮他，他委身于邹武。我真好奇，要是陆恒找到了他会怎样？那一定精彩极了。我通知玉香楼暂停追杀，钱照付，等待时机重启追杀。没多久，顾渊被陆恒的人找到，带到了京城。我在这一天光明正大地拜访了陆府，曲和跟在我身后，身边还有我给他请的师傅，两人护卫着我，姿态高昂地去往宴客厅。我看着熟悉的亭台楼阁，觉得陆家好像破败了。上一世的陆家枝繁叶茂，花草茂盛，亭台楼阁上的彩绘定期有人修复描补，池塘的水有人定期清理过滤，水中的阁楼也是要刷桐油维护的，一草一木都看得出用心。可如今陆家的一切都显得灰头土脸。我进去的时候，邹武被打倒在地，一条腿以扭曲的姿势弯曲着，顾渊头发披散着，一双眼睛含泪看着陆恒。陆恒抬起他的下巴，问他解药呢？顾渊咬牙不肯说。陆恒一把掀开遮住他脸的面纱，整个人瞪大了眼睛，惊愕地松开手，一连退了几步，跌坐在圈椅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会？我心情舒畅地欣赏着这一幕，心里的浊气散了好多。顾渊扭头看见我，迅速戴上面纱，控诉道：都是她，是这女人毁了解药。我笑道：顾姑娘，你可没有说真话啊，当时我明明给了你选择。顾渊捂住耳朵，住口住口，不许你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陆恒怒喝一声，让我继续说。我坐下来，惬意地欣赏着他们的暴怒，脸上笑盈盈的。看吧，
我也可以快乐从容的，只要我的仇人过得足够惨。阿弥陀佛，回头给金念安捐点钱。陆恒见我闭口不言，将怒火发泄到了顾渊身上，说啊，你为什么不说？顾渊咬死不说。地上趴着的邹武忽然吐出一口血，冷笑道，他自然不敢说，因为顾渊尖叫一声打断他的话。邹武却毫不理会他，自顾自地说道，因为那解药只剩了一份，李昭雪让他选将解药给你，还是他自己用？陆恒，顾渊选了自己，他选了自己。顾渊面如死灰，陆恒如遭雷击。邹武疯狂大笑，敌人的挫败令他兴奋，但笑着笑着，他泪流满面。顾渊，你让我恶心，我竟为了你这样的女人害了我师父师娘，若重来一世，我要杀了你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他咆哮出声。顾渊嘴唇颤抖，哀求地看着陆恒，恒郎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太害怕了，我怕你嫌我丑，不要我真的很害怕。陆恒咬牙切齿，你不相信我？顾渊愣了愣，旋即尖叫质问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和你才分开多久，你就要娶妻？你对我如此三心二意，凭什么还要我相信你？若不是我大闹婚宴，你和李昭雪早就双宿双飞，那时你还想得起武林中还有一个顾渊在等着你吗？你当初对我一见倾心，难道真因为我救了你？还不是你见色起意，我爱惜自己容颜有什么错？今日果是你三心二意造成的，错不在我。顾渊是我的敌人，但我此刻佩服他，他这样的人大概永远都会睡一个好觉。满堂寂静，所有人都仿佛失了力气。陆恒绝望道，女子容貌如何，有什么重要？你想要的不过是夫君的宠爱，我可以给你，可你知道我脸上有了墨痕会怎样吗？我这一辈子都做不了官，陛下会忘了我这一号人，我陆家会被踢出京城权贵之列，侯府的爵位到我这一代就结束了。我做出一番成绩，才能求得陛下开恩，让我们的儿子袭爵。可因为你的私心，这一切都毁了，我们的儿女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他混淆了前世今生，他反应过来，已经没了解释的欲望。顾渊迷茫而错愕，我淡淡道，谁说女子的容貌不重要？女子的容貌只是偶尔给别人看看，最重要的是给我们自己看。你想体体面面的活在这世上，难道我们女子不是人，不需要体面漂亮的活在世上吗？呵，可笑。顾渊坚持认为他没错，难得这辈子竟然和敌人统一了战线，我觉得无趣极了。我拍拍手，进来了一堆捕快，拖起邹武便往外走。邹武是朝廷重犯，我发现邹武被陆恒捉拿后，立刻遣人报告京兆尹，如此我得了京兆尹50两赏银。我给那些跟随的捕快，只求他们等等，让我看完了戏再进来捉人。邹武低头被带走，看也没有看顾渊一眼。路过曲和身边时，他低低地说了一声对不起。曲和退开，生怕染上脏东西。我离开陆府，走之前告诉陆恒，西域有解药。顾渊认的，他不信我。我笑了笑，那又如何？他不也一样要去做？陆恒此人极其自负，明知是火坑，依旧会去跳一跳。他会和上一世的我一样，到处寻医问药，却一无所得，满怀希望，又落得失望满怀。邹武被投入大牢，没多久，作为典型案例被判问斩。他死的那天，我们都很忙，等忙完才发现他死了。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。邹武死后，陆恒让人押着顾渊去西域寻药，而我开启了玉香楼的追杀计划。等顾渊到了西域之后，整张脸已经没有几块白净的肌肤，所有人都觉得他奇怪，以为他生了恶疾，都躲着他走，对他指指点点。而他对陆恒从一开始的真心想为他求解药，变成了恨不得他去死。因为陆恒刚开始还请了玉香楼的对头保护他，后来他付不起钱了，只能撤掉保护。他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顾渊被欺负，刚开始还象征性的跺一下，后来就在旁边看着。顾渊从一开始的逃避躲闪，变得认命。人一旦认命，就是滑向深渊的开始。我想，就算他在西域找到了解药，恐怕也不会带回来给陆恒了。更何况那解药难寻，他多久能找到呢？再后来，陆恒勾结官员打压我的铺子，他雇了地痞前来闹事，又让官吏前来打压。我对此冷淡处之，因为我已经将陆家的所有铺子都挤得活不下去。钱夫人已经开始变卖铺子，而我收购了几间。我让人将那些地痞和官吏统统围了，然后静静等着好消息。很快，宫里皇后娘娘的心腹太监亲自送来了一块牌匾，上面写着“天下一上”。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，我求母亲带我进宫见了皇后，愿意奉上这些年我经营所得帮助赈灾。那天皇后娘娘看了我很久，她笑道：“这位姑娘倒是似曾相识。”一句话让我的眼泪掉了下来。上一世我火烧山庄，杀了该杀的人，让世人知道了我的冤屈，皇帝判我死刑，我并没有害怕，杀人偿命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内心深处最恐惧的是，我要以陆家妇的身份死去，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被写成陆家妇，那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侮辱。是皇后召见我，主动问我是否想和离，我点头应是。她看我良久，缓缓点头，你会得偿所愿，去吧。我恍恍惚惚地离开，我的脚受了刑，我走得很慢。听到皇后身边的宫女问她，杀夫是大罪，怎么还赏他恩典？皇后娘娘说，她只是没有遇到好人，泥人尚且有3分火气，她如何不能报复？我死的时候心里一片宁静，我想我遇到了一对好帝后，我生在一个不错的时代，可惜没有遇到不错的人。若有来生，让我过得好一些吧。老天爷
求求了，重生一世，我报仇，挣钱，拉拢人心，结交权贵，唯有皇后娘娘不是我想报恩就能报恩的。我积攒了3年的钱财，才觉得足够有能力站在她面前。我进宫前，其实很想骄傲地告诉她，这3年我有多拼，这3年我做了多少事。我报复的陆家变卖家产，让钱夫人气得生了病，让陆莲至今无人上门求娶。至于陆恒，如今在一个皇子府里求了个小小的差事，只希望能押对宝，将来跟随新主翻身。我还挣了很多钱，足够他从容地应对灾难。可当我真的站在他的面前，忽然发现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随着母亲跪拜行礼。直到他这句话出口，眼泪汩汩流下，前世今生的情绪一刹那间统统涌来，我哭得不能自已。母亲怕我失仪，急忙求情，皇后却摆摆手，命人端了热水和帕子，等我哭够了，才缓缓问我怎么了。我离开皇宫时，内心仿佛有一颗糖，甜甜地散发出芳香。皇后收了我的捐赠，也回了我2份礼，一个是天下一商的牌匾，日后我经商将畅行无阻；另一个便是将赈灾的事情给了7皇子。若不是陆恒侍奉的4皇子，4皇子自知自己因为陆恒被连累，连忙将陆恒踢出了自己的幕僚队伍。陆恒约我见面，我拒绝了。我很忙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分给过往了。对我来说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，充满阳光的一天。5年后，陆家被夺爵，收回曾经的侯府，钱夫人病倒，彼时的陆莲已经嫁入一个小门小户，日子过得紧巴。听闻陆恒上门借钱给钱夫人看病，他缩在屋里假装不在，陆恒不得不自己外出赚钱奉养老母。而京城大，居不易，没多久，钱夫人病逝，陆恒买不起墓地，不得不卖掉最后的家产安葬了陆母。但这时他还有一丝心气，想要等顾渊从西域带回解药。于是我命人将解药送到了顾渊的手上，顾渊欣喜若狂，将药抹在脸上，可是没用。他将一整瓶药抹完，都发现没用，大喜之下是大悲。顾渊绝望地死在了西域。陆恒等了1年又1年，终于等没了那一丝心气。再后来，我领着我可爱的小女儿去金念安上香，金安师太笑盈盈地摸着她的头发，夸赞道：“小姑娘长得真好，命更好。”小女儿露出可爱的小虎牙，嫣然一笑。下山回京，路遇乞丐，女儿说她好可怜。我看着邋遢的陆恒，淡淡道：“宝宝，不要随便同情别人，你不知道你同情的是人还是鬼，把你的善良留给真正需要的人，而不是看起来可怜的人。不过别怕，娘亲会陪着你一起长大，共享这盛世繁华。”